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去参加活动展览，只要是看到免费的东西就忍不住去拿。街边免费派发的小礼物呢，都会伸手主动去拿。尽管你家里已经有了很多类似的物品，还想着和别人争先恐后的去拿，这种心理很常见，因为免费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啊，这些便宜的东西积攒的数量多了，反而会带来物品囤积的压力。今天想来分享哪些物品能免费获得的同时，又能使它合理的利用起来，避免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负担。第一个能免费拿到的物品就是大家熟悉的托特包。参加展览会、博览会或者是大型活动的时候，商场通常都会免费送托特包，还有你在商场里面买够一定的价格之后，会额外赠送你一个购物袋。之所以他们会愿意送这些，那是因为托特包制造成本很低。当托特包上面印上了品牌的 logo， 它无疑就是变成了一种移动的广告。那究竟是谁成为了帮商家推广的人呢？就是消费者，特别是喜欢拿免费东西的人。不过有一说一啊，这些托特包还真的挺实用，日常出门去超市拿快递可以拿它来装。但是当你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托特包之后，你会发现这根本就用不过来呀。每款的托特包材质又不一样，扔掉了可惜，不扔掉的话呢，这个托特包支撑力又不够你日常使用。要是你家里有多余的托特包、购物袋之类的，你可以把多余的捐赠给有需要的，或者是用来分类收纳家里的杂物。而且你还可以在旅行途中也可以把托特包带上，比如你要去沙滩，那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沙滩包备用。第二个物品呢是笔记本和文具类，这类的物品呢常常是在校园招聘会上或者是一些街边的宣传活动中作为赠品发放。商家可以通过这些小礼品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同时也希望你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去和他们多多互动。记得我上次去参加一个展览，回来后手里多了一堆的笔记本和笔，都足够我用上好几年的了。况且我们现在大部分时间呢都是通过电子来完成，笔和纸用到的几率真的很低。尽管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很实用没错，但请你仔细的检查一下家里的抽屉是不是堆满了笔，是不是有一些干掉没水墨了。要是你不想浪费这些文具产品呢，但又想尽快处理掉，可以定期考虑捐赠给学校或者是其他贫困的地区。第三个物品呢就是各种样品和试用装，尤其是在大型的商场和美妆店里，很多品牌会提供免费的小样，让你在购买前先试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试用机会，起码是让你先了解这件物品符不符合你。但有些柜台是巴不得把店里所有的小样都给你，有些则是你买的正装越多才肯额外赠送小样。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样品看起来很小巧，如果你每次去拿，甚至你是从酒店里面拿出来的小样啊，或者是洗漱用品，到最后会积攒出一柜子的小样产品。任何的东西不要因为免费和便宜就想着多拿点，反正又不用钱，最后你能得到什么呢？就是物品过期，你既无法享用到，又白白的浪费。没有过期期限的物品呢，只能被你当成垃圾一样，一囤就是一柜子没用的东西。企业为了去宣传自己的品牌，他们会免费发放一些小礼品，比如钥匙扣啊、扇子、马克杯、雨伞、水瓶等等之类的。这些物品是不是也听起来很实用？就是我们日常会用到的，对不对？但我希望你们好好的想一下，拿回家之后你用过多少次？不是嫌它外观设计不符合你的审美，或者它根本就带不出门。当你家里有个更好看的选择，这些免费拿来的物品是不是显得毫无用处了？你会觉得，哎呀，反正都是免费的，反正都是别人送的，就算我现在不用，我摆在那边以后也会用到。就因为你有这样的 mindset， 你家里的抽屉很快就会被这些小物件给填满，紧接着就变成了占据空间的负担品。所以说一定要按照自己真正的需求去思考，要不要将这些物品带进家里。免费的东西不是永远都那么好，当你的选择已经饱满了之后，这些东西反而变成负担。还有就是每次到了年底，很多商家甚至是你的公司会免费发放新年的日历和各种精美的摆件。日历这个东西实际上用起来的人会有多少呢？就算摆在家里，还没等你反应过来，上一个月已经过完了，再等你回去看
看日历的时候，它那个页面还停留在几个月前上，这就很好的说明了，你以为会用到的东西，其实在你的潜意识里，你根本就不会用，你也没有去使用它的习惯。那以往公司送给我的小摆件呢，放在哪儿我都觉得很突兀。办公桌上面堆满了厚厚一沓文件，加上2个电脑显示屏，桌面上其实就没有地方置放任何的摆件。我也无法理解那些将自己办公桌装饰的花里胡哨的人。工作就是工作的地方，要在适合的场合做正确的事情。虽然这些免费的东西很好，也有一定的实用性，但拿太多反而变成了负担。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这期内容。如果你们喜欢，不要忘记一键3连。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